吐蕃国晚辈鸠摩寺参见前辈大师。有常无常，双树枯荣，南北西东，非假非空。大伦明王果然博学精深，真是名不虚传。一见面就道破老衲所参的枯禅的来历。世尊释迦牟尼在婆罗双树之间入灭，东南西北各有双树，一枯一荣，意为天地八界，非枯非荣，非假非空。明王请坐。小僧生平有一知己，是大宋姑苏人士，复姓慕容，单名一个伯字。是不是就是慕容世家已故的主人慕容博？不错。小僧30年前在川边地区与慕容先生相遇，以武论交，得到慕容先生指点迷津。小僧返回吐蕃，潜心修炼，30年后时有所成。不料慕容先生西归极乐，小僧未及图报。明王与慕容先生相交一场，就是缘分。既然缘分已尽了，又何必强求呢？慕容先生当年论及剑法，深信大理天龙寺的6脉神剑，乃天下第一剑法。小僧恨为得剑，因为平生憾事。小僧当年曾许下诺言，日后为慕容先生借阅这本剑谱，所以今天特来相求。哦，慕容先生已经往生极乐，对人间的武学，岂能有所眷恋？明王此行，岂不是有画蛇添足之嫌？大丈夫言出承诺，生死无悔。虽然慕容先生已经身故，但是小僧也必须履行诺言，取得剑谱，化于慕容先生坟前，以为其在天之灵。6脉神剑乃是段氏天龙寺的武学秘典，岂能凭明王一句话就拱手相送呢？小僧深知，此乃贵寺镇刹之宝，不敢空手相借，所以准备3件宝物，来交换6脉神剑剑谱。段氏是大理国主，奇珍异宝，当然不稀罕。这3本武功要诀，小僧辗转寻得，里面详述少林派72门绝技要旨、练法以及破解之道。谢一献丑。这门指法就是拈花指。
献丑了。这一招就是多罗叶指。多罗叶指，专横霸道。无相截止，佩服，佩服！大师夸奖了，木片跳动就是有相。如果要做到真正的无形无相，还有赖各位大师多多修炼。啊，师叔，明王圣意拳拳，我们应该如何接应？请师叔明示。本官，我们练武所谓何事啊？是为弘法护国，为道降魔。好，倘若出手降魔，应该用哪种功夫呢？当然是看家本领一阳指。你是一阳指的修为，现在练到第几品的境界啊？只是练到第4品。弟子不知，但难练到第1品。哦，师叔教训的对，我们自己的一阳指都未曾练到最高境界，何必还贪心人家的所谓的武学奇书呢？师叔10几年来，从来未曾接见过外客，明王乃是当代高僧，故破例相见，明王可以请回了。恕小僧狂妄，看来六脉神剑只不过徒负虚名。倘若贵寺坚持拒而不戒，恐怕会有损大理国与吐蕃两国之间的邦交。明王这么说法，倘若天龙寺不交出六脉神剑的剑谱，岂不是两国要兵戎相见吗？吐蕃国主早有猎取大理之念，只不过小僧数年来以国师身份竭力劝止。冥王刚才说必寺的六脉神剑徒负虚名，好，我就用六脉神剑领教一下冥王的棘手高招。想不到各位高僧竟然练成六脉神剑。既然诸位肯显示神界决意，小僧荣幸之至。本相本臣出手！师叔祖传音入密，和你说话，你要留心听着。先学一图，学完再学另一幅。一定是枯荣大师修炼枯荣禅功，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良机莫失，明神关键，自观自学，不违祖训。
枯荣大师的禅功的确非同小可，但是慕容先生当年所仰慕的是六脉神剑的剑法，并非六人各使一剑的剑制。哼，看来六脉神剑已经到了无用武之地了。阿弥陀佛。枯荣大师，你用一阳指烧毁六脉神剑剑谱，竟然剑谱一毁。小僧就此告辞。伯父，敝国国主久仰保定帝风范，请陛下屈驾去趟吐蕃。伯父，他以前是保定帝，如今避位为僧，法号本臣。本臣，吐蕃国主要见你，你去一趟也好。是师父。我不管保定帝是不是真的出了家，也要请他到吐蕃去见敝国国君。且慢！如果各位再相逼的话，就休怪小僧无礼。喂，你快放了我伯父！尊驾是哪一位？你管我是谁呀？总之你先放了伯父再说。玉儿，不要管我，你马上回去，请你爹登基继位。我是闲云野鹤老和尚一个，生死又何足道哉？不行啊，伯父，你快跟我走啊！化功大法！小僧一直以为段氏只是专注祖传的神功，想不到段氏后人竟然结交星宿老人，学习化功大法。明王为何口出谬论？星宿老怪善于暗算偷袭，德行卑劣。我段氏兄弟又怎么会和那种人有关联呢？今日有幸结识年轻高手，何不指点小僧数招呢？你是蛮不讲理的波僧！我这招少商剑还未算厉害，我的中冲剑法更厉害。住手！幸亏他的六脉神剑尚未练得融会贯通、得心应手的地步。这位施主年纪轻轻，居然有如此的武学修为，实在令人佩服。佩服！知道厉害就快。玉儿，别过来！既然这位小施主通晓六脉神剑剑法，而原来的剑谱要被枯荣大师所毁，这位小施主就等于一本活剑谱。小僧就带这个活剑谱到慕容先生坟前火化。啊！烧死我！明王，身为出家人，岂能滥杀无辜？马上放了我侄儿！郭淼淼，611，都村芳草远，节日杏花飞。四大连头，还有这种闲情雅致。哼，佛家有言，色身无常，无常即苦，天下无不死之人的，你大不了多活几年，又有何分别？本家，有劳你送我们到燕子坞慕容家。燕子坞慕容家没听说过，你告诉我怎么走啊？是39水路还是49水路啊？何谓3949水路？贫僧闻所未闻。这位大师，你要去燕子坞啊？不错，小姑娘，可否指点迷津？燕子坞外人根本就不知道，请问大师是从哪里听来的？贫僧是慕容先生的故交，特来故友坟前拜祭，并希望可以目睹慕容公子的风采。真是太巧了，我们公子出了门还没回来呢。
与慕容公子缘牵一面，真是可惜。贫僧从吐蕃远道而来，但愿可以在慕容先生坟前一拜，以了心愿。大师既然是慕容老爷的朋友，那就请到燕子坞喝杯茶，我再帮你通传吧。这位姑娘是公子府上的何人？我只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，我叫阿碧。有了阿碧姑娘带路。姑娘，贫僧帮你摇船吧。哎，哪敢当啊！万一公子爷知道，一定会责备我怠慢客人的。大师，你太紧张了。你用内力千斤坠压的小船，我怕天黑都到不了燕子坞。哎呀，原来大师是旱鸭子，不识水性的。大师的火焰刀遇上水就会水淹火灭，无用武之地。哎。这里就是燕子坞啊？不是，这里是公子给阿碧住的小地方。大师如果要到慕容老爷坟前拜祭，阿碧做不了主，不如两位先进去稍坐，我进去通传朱姐姐。你的朱姐姐是什么人？哦，她只是比我大1个月，她就是老板姐姐的架子。哎，千万别叫她朱姐姐啊，不然呢，她就更得意忘形了。